你有没有发现到，你以为你自己只是在买菜，但其实你自己在参与一场供应链战争。那么今天这条新闻就把这场战争推到台面吧。Lotus 用了16.6亿马币去买下了 The Food Purveyor， 就是 Village Grocer、Big 等高端超市品牌的母公司。问题来了，这对你来说其实是更便宜、更丰富，还是更集中、更难竞争呢？我们就用一个框架拆开，一起来看一看。这笔交易的公开口径是16.6亿马币，标的涵盖了约50家门店，品牌组合包括了 Village Grocer、Big、BSC、Fine Food、OTK、The Food Merchant 等等。Lotus 在马来西亚原有约70家的门店，合并后网络直接扩过了120家的量级，并且从大卖场、大众市场延伸到高端的客群。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确切的交割日期仍未知，公开信息是预计在2026年第4季度完成，前提是要满足协议的先决条件，并获得相关的批准。那融资结构细节呢，并未完全公开，公开口径是经营现金流加外部融资，但比例、成本、担保条款都并未透露。那这2点就决定了我们应该更加讨论的是战略与执行，而不是标题党式的好坏。为了让大家更容易了解，我这里就采用了一个零售并购最实用的4层框架，从位置 location 到客群 customer， 再到供应链 supply chain， 到数据以渠道 data or omnichannel。第一层位置，高端超市最难复制的不是货，而是地。核心商圈、成熟地区、购物中心的黄金地铺往往都是被早早占据的。并购的意义是直接买进门槛最高的地段和租约关系。第2层客群 ，Lotus 的强项是大众市场规模化运营 ，The Food Purveyor 的强项是高端选品与体验。合并后，集团等于同时握住了总量客群和高客单客群，这会改变了他们对于商品结构、定价低度、会员权益的设计。第3层供应链，零售真正的护城河通常都在后仓像是采购、仓配、冷链、损耗控制，规模一上来，谈判权、运输效率、库存周转往往都会被重写但是同时也会带来集中带来的风险。第4层数据与渠道，高端超市的价值不仅在于门店，而在于会员以及复购。并购完成后，最关键的问题是，它会不会把线上到家、即时配送、会员积分做成一个统一的体系，还是各做各的，协同落空？现在我们就把它落到马来西亚真实的市场，拆成7个影响面来一起研究看一看。第一，市场影响的方面，高端赛道会更挤。当一个大规模连锁进入高端赛道时，最常见的结果不是立刻价格战，而是促销变得更加频繁，选品更丰富，供应链效应更硬。消费者短期可能会受益，但中长期究竟还是要看市场是否可以变得更加集中。第2，主要的竞争对手会逼着采取怎么样的行动？高端超市的直接对手会包括了既有的高端玩家以及中高端的商超，大众市场也会间接被受到影响，因为同一个集团你横跨多个价格带，会容易做组合拳。高端店做形象以及利润，大卖场做规模和流量，线上做复购与便利，这会逼着竞争对手在3件事情上加码，那就是会员体系、鲜食或者即时、供应链与自有品牌。第3，供应链和本地供应商的方面，机会和压力同时会出现。机会当然，更大的网络会带来更稳定的订单、更标准化的品控、更广的铺化半径。那压力方面呢？当采购议价权更集中，本地供应商更容易面对更严格的扣点、促销支持和账期要求。从零售角度来看，这会推动供应商要么规模化，要么差异化。第4，定价与商品结构不是全面涨价或者降价，而是价格带重排。你更可能看到的是同类商品在于不同的门店形成更清晰的价格梯度，大众、中端和高端。进口商品以自有品牌扩张，鲜食、烘焙、熟食等高毛利商品会更卷。这对消费者的影响是选择更多，但更容易被会员与促销机制绑定。第5，消费者画像，高端不等于奢侈，更多的是城市效益。马来西亚城市家庭的高端消费很大的一部分来自于时间成本、更健康的食材、更省事的计时。所以这笔并购的核心并不是卖得更贵，而是用体验和便利拉高复购率。第6，门店扩张与商场关系。
并购等于拿到了一张城市钥匙。公开讨论中一个关键点就是高端连锁往往与开发商、商场有长期的合作。收购完成后这套关系网可能会被用来加速新店的落地，让不同的业态、大卖场或者高端店进入原本进不去的项目，又或者是同商圈多业态的布局。第七，就业与组织结构，短期稳，长期看整合。零售并购后门店一线通常更强调的是稳定运营，但总部职能呢，包括了采购、财务、ID、供应链，更可能出现整合。作为从业者你要盯的是否能出现统一系统、统一采购以及统一的仓配，这就决定了岗位的变化方向。所以，如果你要用一句话来总结协同，把规模效率嫁接到高端客单上吧。协同最可能来自于采购优化、集中配送、全渠道加速、自有品牌扩张、费用效率以及扩品牌导流，但风险往往也很现实。品牌稀释，高端客群对于体验非常敏感，一旦变相了大卖场，复购率自然而然会掉下去。再来，系统整合失败，供应链与会员系统不统一，协同就是口号而已。那成本上升期、整合前期的 IT、仓配、人员培训都会烧钱。供应商反弹，条款变强势，可能会引发供应端不满或者转向竞品。最后给你3条立刻可以做的动作吧。如果你今天是消费者，那你就跟踪同一篮子里的商品在不同门店的价格与促销密度，判断是否在做价格带重牌。第二，如果今天你是供应商或者品牌方，你可以准备2套策略，一套打规模，就是稳定供货加促销资源；另一套打差异化，那强调独家、高毛利、小众爆品，不要只是压一个赛道、一个渠道而已。第三，如果你是投资者或者零售从业者，盯这4个指标，那就是同店增长、毛利与损耗、仓配效率以及实牌占比，这些绝对比新闻热度更能决定成败。如果你喜欢这种硬核的财经科技分享，请务必点赞、订阅，并且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期见。本视频为教育与信息分享，不构成任何的投资或者法律的建议。